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回到台灣男的頻道。終於又來到了久違的老實說系列的影片啦。那麼今天的主角就是這一次剛更新的 Meta World Peace。這個角色剛推出1個禮拜，大家都玩得怎麼樣呢？我自己是非常享受在其中哦，因為我覺得這個角色大概是全明星接球派對最近出的這些新角色當中最好玩的一隻角色了。我覺得它讓原本在場上工作有點無趣的2號位，變成你可以更加的戰略性的去利用他的某些被動技能或者是主動技能來獲得一次球權轉換。那實際上這個角色的表現到底是強還是不強呢？看完這部影片，我相信你們就會跟我一樣有結論了。好啦，那我們話不多說，直接進正題吧。爽就站起來啦！點進來看這部影片的你呢，如果你使用的裝置是移動裝置版本的，別忘了在下方幫我熱推一下，讓更多人都可以看到這部影片哦。好啦，我自己慣用的潛能是這一套哦，基本上該有的東西都有，關鍵時刻可以放個冷箭來個3分之外，超節給到15點，也可以在關鍵的時候呢把對方的球抄掉。然後再來，因為超節也需要帶有一點力量屬性，可以增加成功率，所以就會帶一些力量。然後跑動呢，就是補足它稍微低一點的跑動。綠色是抽刀斷水，紅色是火力全開，藍色是移動防線。我認為這個角色它總共有6個非常強勢的地方。第一個，大家可能會有點意外，那就是它的進攻。你說哈，這個角色難道不是一個以防守為主的球員嗎？是這樣沒錯，但是其實他的進攻其實也給到很強勢的技能包哦。第一個就是他的這個一鍵扣籃技能，它超級好用哦。就基本上你們的陣容選好之後啊，因為你是2號位，大家普遍會認為你的進攻大概沒什麼威脅，所以他可能會派一個1號位來守你。在這樣子錯位防守的情況下呢，你只要一鍵扣籃，基本上就是輕鬆得分。如果說你們選的陣容是那種可以把空間拉開來的，那慈世平就是真的灌到爽，而且灌到爽就算了，灌進一次還直接加2點被動，而且他這個灌籃前面不像卡哇伊，他會有一個走幾步再灌，他幾乎是沒有什麼前置動作的。然後，如果它是在這個你灌籃的路徑上面的話，它還會附帶一個這種被你撞飛的效果，所以非常好用。再來，還沒完，除了灌籃之外，它的3分其實也意外的準哦。在我自己潛能是大約16 3分，然後鬥氣點數在3點以上的時候呢，第一球3分幾乎都是進的。那你說如果被跟到怎麼辦？被跟到你是可以傳球的啊，對不對？他還給了一手這個投籃可以傳球的技能，所以其實我覺得他的進攻是有點被低估了。他其實也有着很大的進攻影響力哦。那剛才我們有提到他的3分準度會受到他的鬥氣點數的影響，這個可以在他的技能說明裡面看得到。你每擁有1層鬥氣點數，自身的空檔3分和中投命中率增加之外呢，你擁有鬥氣點數，自身受干擾範圍也會縮小。所以這個鬥氣點數一高，你不只可以用來防守，同時在進攻你也有優勢，並且進攻完之後你也不會消耗掉鬥氣點數。所以這是我覺得他非常強勢的第一點，也就是他的進攻其實是一個被很多人忽略的強勢的點。好，再來第2個很強勢的點呢，我認為就是他的撿球技能啦。那這一點呢，我相信大家應該都知道了，對不對？這撿球技能其實出奇的好用啊！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多少遇過，有時候大家衝去搶地板球，他就可以搶先撿到地板球哦，就是因為他多了一個這個撿球的技能包。那你把對面的中鋒卡住之後，這個時候呢，你如果去撿球，你還可以馬上去做一個臨陣起手的快速拋投，這個我必須得說真的是超級難防哦。所以這個是我認為他第2個很強勢的點。再來第3個很強勢的點呢，我認為是他的逼停技能。也就是 Dillon Brooks 同款超節啦，在對方在運球的時候，你只要這樣超節一下，你就可以將對方的動作強制暫停哦。不要小看這個強制暫停，這個強制暫停啊，很多時候是很好用的。比較可惜的地方是，它一回合只能用1次而已。但就算只能1次，我覺得也非常夠用了。然後由於這個角色本身的超節又夠高，有時候逼停成功之後呢，你還可以再附帶1顆超節，直接造成球權轉換。那這個在對上很多角色的時候都很好用哦。比如說像老皮最怕这種逼停技能。然後呢，亞歷山大 Haliburton 其實都還蠻好用的，因為像亞歷山大 Haliburton 這種角色呢，他們會在突破的過程當中，中間會有一個空隙，是他們要做換手運球。那如果你抓得夠準，你在他突破到一半要換手中間那個運球的小空隙，你去按下超級鍵，你就可以強制逼停他的動作，去斷掉他的突破連接哦。所以這個是我覺得他第3個很強勢的技能組。好，再來第4個，也是我認為這個角色他最強勢的地方，也就是他的衝刺回防。其
其實很多角色都擁有這個衝刺回防的技能，但我必須得說，目前啊，所有的角色裡面，他的衝刺回防絕對是最好用的，因為這個角色他的衝刺實際上是被鎖定的，不管你在球場上那邊哪一個地方，你的衝刺預設就是直接往籃下去衝，所以這個就讓你呢防止攻框的這個成功率變得更高。除了這樣之外呢，你在衝刺完的2秒內，你還擁有360度蓋帽，所以你常常會看到他在一些讓你匪夷所思的角度去蓋到鍋。像這樣，那這個技能就非常好去封鎖一些非對抗型，然後會去打空間籃下一鍵扣籃的那種角色，比如說像是亞歷山大、Haliburton，或者是像剛才示範的 Dwyane Wade。都一樣，但如果是對抗型的話呢，還是要看點運氣啦。比如說字母哥啊，比如說 Blake Griffin 啊，還是很常出對抗失敗的，所以那個真的沒辦法啦。如果說連那樣的角色都能守的話，那這個角色真的是無敵了。但我覺得即使是這樣，這個角色的這個技能也已經夠強勢了。好，再來第5點就是他的被動技能。哇，這個被動技能雖然在我之前的影片說，我覺得它累積被動的條件有點太寬鬆了，現在回頭一看，是真的太寬鬆了。所有的對抗，不管你是擋拆還是被擋拆，都可以累積被動。哇，我只要看到對面出擋拆中，我超開心啊！看到人家在擋拆，我就直接撞上去，反正撞上去就是累積一點。那我們剛才前面已經有提到了，累積這個被動，我們所謂的鬥氣點數之後呢，你不只可以去增強你的進攻的命中率之外，也可以讓你有更多的縮圈之外，你在疊滿被動之後，你還可以去使用最重要的技能投籃破壞跟攻框破壞。所以我還是認為這個累積被動的條件還是太寬鬆了。我認為這個應該是高幾率之後會被砍的。但除了這點呢，我覺得這個角色設計的都相當完美。好啦，那這就是我認為他非常強勢的第5個點。再來最後一個點，我認為他最變態的技能就是他的攻框破壞跟投籃破壞。哇，這個技能大概是目前所有2號位裡面最變態的技能沒有之一了哦。攻框破壞自然就不用說了哦，只要你發動成功一次過，你就知道那個感覺有多爽。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它發動成功的那個動畫會讓對方有一種急跳腳的感覺，很好笑。那這個的發動條件就是在你的鬥氣點數滿層的情況下，你去按下那個投籃破壞或攻框破壞的那個瞬間，它的動作就會直接被你逼停。而且就算呢你第一次逼停失敗，也不用怕。像這樣，我鬥氣點數耗完了，對不對？我還可以馬上用一個大招，馬上補完我的鬥氣點數，然後再一次去使用這個逼停哦。一個回合最多有2次機會可以將對方的進攻動作直接做逼停，所以我認為這技能相當變態哦。那它非常適合用來對付一些攻框前置動作很長的角色，比如說像是 Kawhi 啊，比如說像是 Wade 的迷蹤步上籃啊，或者像是 Iverson 的上籃啊。然後啊，他的大招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它可以去解除被對抗的這個狀態。可以解除被对抗的狀態，代表你就可以去給對方的球員設下陷阱。比如说對方一對抗到你的時候，你就可以馬上去解除對抗，然後再回去踩干擾，甚至再去做到投籃破壞或攻框破壞都是可以的。撞我，對不對？沒關係，我直接逼停你，然後再抄截你。所以他幾乎是把所有這種有對抗類招式的角色呢，都給他廢掉了。那這個就是我認為他非常強勢的第6個點。好了，講了這麼多，那你肯定會認為說，哇，主播你把這個角色講得太牛逼了吧？不過這6個點當中，仍然還是可以抓出一些小缺點的。第一個小缺點呢，就是他的這一個撿球的拋投。各位，這個撿球拋投你看上去好像很厲害，對不對？它是會鐵的啊！我想說，這個技能還能鐵的嗎？沒錯，它是能鐵的哦。而且因為啊，它的撿球鍵跟拋投鍵是設計在同一個按鍵，所以如果你有時候撿球去連按，你可能就不小心用成拋投，然後就拋投就鐵了，所以是有可能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的。如果你要撿球，按一下就好了，一下就好了。雖然它那個動作一開始感覺不夠明顯，但確實是有撿到球的，好不好？好，另外一個我認為會對操作者比較要求的地方，其實就是剛才前面跟各位提到的，它的攻框破壞跟投籃破壞。它的攻框破壞跟投籃破壞其實相當的吃反應哦。如果說對面出的是韋德，然後他使用的是閃電爆灌這種一鍵扣籃，幾乎沒有什麼前置動作的這種扣籃呢，其實是不太好去用到這個攻框破壞的。你的反應必須要帶有一點預判的成分，你才有辦法去把它這個投籃破壞掉。有的時候呢，你可能反應不過來呢，你就直接浪費掉5點鬥氣點數了。有沒有像這樣
對方都已經出手了，但是這個動作還是會觸發的，你還是會去浪費掉你的鬥氣點數的哦。所以如果對方的出手速度夠快，他是可以去把你的鬥氣點數騙掉的。所以這個攻框破壞跟投籃破壞也非常的吃使用時機啊，因為它很考驗操作者的反應力，你在什麼時候需要使用掉這個鬥氣點數的判斷力都相當重要。那我覺得這一點呢，就是慈世平這個角色對於操作者比較要求的地方了。好了，總結一下，我認為這個角色他大概是全明星街球派對最近這段時間裡面設計起來最好玩、機制最有趣、強度也最平衡的一隻角色了。為什麼說平衡？是因為他對於操作者其實也需要一定的操作水平，才能夠把這個角色玩得好。我認為他在所有的技能動作方面呢，不太有可能會去下修，但是他的被動條件呢，我覺得小可能性會被下修。但是我自己是會留着這個角色，我不會把它重置，因為我覺得它真的非常好玩，也讓我多了一個2號位，在陣容的選取上面有更多的可能性。好了，以上就是我對於 Meta World Peace 這個角色的評價了。你有什麼想法，也歡迎你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好了，我是台灣男，我們下部影片見，大家拜。